各位瓜友，大家晚上好，每天5分钟了解天朝大瓜，安安静静当个吃瓜人。12月14日，根据中国贵州省纪委监委的消息，日前经贵州省委批准，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贵州省煤田地质局原党委委员、局长高卫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。经查，高卫东丧失理想信念，背弃初心使命，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，搞两面派、做两面人，无视组织原则，搞政治攀附，信仰缺失，热衷迷信活动，处心积虑对抗组织的审查，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，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和接受宴请，谋求特殊工作、生活保障待遇，搞权色交易、钱色交易，违规摊派费用，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，道德败坏，生活极度腐化，长期沉溺赌博，多次嫖娼，纪法底线失守，甘于被围猎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巨额财物。依据有关规定，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，并报贵州省委批准，决定给予高卫东开除党籍处分，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，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，所涉财物随案移送。进一步开放已经无法避免，因为2023年中国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马上就要来临，教育局、国家卫健委、国家疾控中心共同宣布，考试现场可以设置成阳性考场和阴性考场，具体的方案由属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。相对这条新闻，评论区还是比较精彩的。开学后要设立阳性班级和阴性班级，老师也同样分成阳性老师和阴性老师，或者直接阴阳师。国家越来越人性化，点赞。这里评论人的文化水平大家都懂，因为他们没有发烧39度做题目的经历。我相信，就算我发烧到40度，都比这里99%的人强。我建议还是只设置阴性考场，毕竟这个太稀有，所以要重点保护他们。笑死我了，考场和座号都已经出来了，还分啥阴阳考场？那还要设置阴阳考官和阴阳厕所。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尽快让自己感染，让高峰期提前。12月14号晚上9点左右，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个地铁口，有一辆工程路面钻机疯狂原地画圈，导致一名前来劝阻的工人死亡和多辆车辆受损。民警在现场劝阻1个多小时后无果，最后将肇事人击毙。据当时在场的吃瓜群众介绍，事发前该工程车就停在工地附近，应该是没有拔掉钥匙。这时突然窜出一名男子，爬进驾驶室后，机械臂就开始疯狂原地画圈。近3万条网友留言：遇到事了，请不要冲动，也别伤及无辜，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。他已经死了，是他自己太冲动，请查明真相，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样做的？我也在河南的工地上干活，现在拿不到工资，起诉中，老板高兴极了，工资不用发，而且重新修路又可以赚一笔。弱势群体受到伤害之后，真不应该走极端，吃亏的还是自己，便宜了不法之徒。我支持你去对拖欠你工资的人这番操作，但是请不要对无辜者下手。12月15号，一则未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消息冲上热搜，内容大概是未来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，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。增加劳动者，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，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，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、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，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，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、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等制度，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，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。这当然是好事，但是实际情况好像是正好相反。你们猜猜这个阳谷区域内有多少人没有五险一金？这就是他们1个月1万多的秘密。我们来看看评论区，实行工龄制度，工作满30年，根据个人意愿决定是否退休，把工作岗位让给年轻人。你还是先落实8小时工作制度和双休，劳动者不是机器人。取消劳务派遣，拒绝逃避责任，同工同酬，五险一金。取消一切的劳务公司，增加一线工作人员的收入，减少中上层人员的数量。你只要废除劳务派遣，我就谢谢你们了。取消劳务派遣，把劳动合同真实的归还于农民工本人。12月14号，中国医药对外公布，他们已经和辉瑞公司签订将近1年的协议，将负责辉瑞公司治疗新冠的药物在中国大陆的进口和经销。消息一经放出，中国医药开盘直接涨停，但是拥有1万多次分享的新闻被火速关闭评论区，反正就是不让韭菜们发表意见。